大家好，我是李俊。今天呢，对大家对于我们的吐槽与质疑做出以下回答。很多人都在评论说，为什么我爸爸每次都不出镜和我们一起吃饭，说我们不孝啊之类的话，我感觉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还有人说我们对妈妈不尊重，每次吃饭都不叫她。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家庭氛围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在我们这个特别的家庭，可能跟大家不一样。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是什么家庭。很多人都说家丑不可外扬，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版，但是我感觉，要再不跟大家说一下这些问题的话，小琴会受不了，因为小琴每次看到大家评论的这些说的这些话，真的很难受。你们不了解我们的这种家庭，就来乱评论一些对于我们的人身攻击，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儿。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从小生活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阴暗黑暗的家庭，我们家庭属于那种家庭暴力的环境。我从小生活的家庭啊，就是我妈妈说她从嫁的这个家庭来，第二天就开始被我爸爸打，每天不是打就是骂。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家里每天都吵架，每天都是我爸爸挑起的事儿。因为我爸爸属于那种好吃懒做的人，从来就不去挣钱，就整天只知道问家里要钱，然后去买酒喝买烟抽，每天是喝得烂醉，在外面人模人样的，在家里啊真的是连鬼见了都怕。他每天就只知道喝酒，然后没事的时候就打我妈妈，打我们姐弟俩。从小我和我姐对我爸爸的印象就不是很好，从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过任何的好印象。我们也不喜欢叫他，因为像他这种人真的是不配为人父。别人的父亲都是父爱如山，我们的父亲却是想着怎么样来整死我们这个家庭。我记得小时候他们每次吵架的时候，我就会跑到那些黑暗的角落去躲起来，因为每次吵架都是家里的那些锅碗瓢盆就向我们和妈妈砸去，经常都吃不上饭。那个时候那锅被我爸砸坏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吃饭了，然后又得去寄钱买。因为在我们贵州这边是很穷的，而且在我们村里面，我们家属于最穷的那种人，穷的连玉米种子都买不起，去街上买盐巴都要赊账。这种就是每年的庄稼丰收了，然后扛到街上去卖了后再付人家钱，这种已经生活到这种地步了。但我爸爸这种人就是不争气，他就是整天好吃懒做的，就在家里看电视吹风扇，就不出去上班，也不出去干农活。那个时候每家每户都是在村里面干农活，但我爸就是不去帮忙。每次妈妈说让他去帮忙干农活种庄稼，他就要打妈妈骂他嘛，然后妈妈就自己一个人去种玉米种稻谷，所有男人做的活都是我妈妈一个人承包了。我们长大后，我们都在问我妈妈为什么她那个时候不走一了了之。她说那个旧社会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谁家吵架离婚的，她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替他去死。
但是又想到我们姐弟俩还小，没有人照顾我们，就一直忍气吞声的，过到现在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和我姐上山去砍柴了回来，我爸爸正在用刀追着妈砍嘛，然后我姐去劝架，然后我爸扛着这么大一个鹅卵石就向我姐的腰砸去，直到现在都还有后遗症。妈妈这出去打工以后就把我们放家里嘛，出去打工后我们每天在家里，爸爸也不做饭给我们吃，就是每天做白米饭，然后拌一桌游让我们吃，就是这样我们就过了大概半年的时间。妈妈得知我们在家里受苦嘛，就从厂里面辞职回家，回家后就照顾我们。反正回家后也是每天就是全家相加的打妈妈和打我们。爸爸偶尔就是会出去打工，就是一到农忙时节，就是要种庄稼的时候，他就找借口说他要出去打工嘛。出去就是好吃懒做的，也不上班也不干活，回来的时候连车费都没有，还得家里把那些稻谷啊什么的卖了，给了车费钱，他再回来。自我结婚以后，我就跟爸爸妈妈分家了嘛，他们住3楼，我们住2楼。我们2楼的门钥匙我是没有给我爸爸的，我妈妈有一把。他有我们下面钥匙的时候，我们这下面的东西，他一发脾气就来砸我们的东西，他们上面的东西原来是砸坏了的。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呢，我那时候也没有心情读书，导致我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。那个时候刚满17岁的样子，就独自一个人拿着500块钱的书就去打工，然后在工厂里上了2年班，每个月也有2000多块钱。一个月2000多块钱，我还能寄1000块钱给妈妈，让她做生活费嘛。偶尔能接到妈妈打电话来说，爸爸每天打她，有的时候都打进医院了。后来我还是想着辞职回家，回来后我做了很多工作，就是给人家打零工啊、泥水工，还有木工，各种工作都尝试了个遍，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带我，都是跟着这个做几天，那个做几天，那时候回来连公交车都坐不起。反正从厂里回来就一共有2万块钱的存款。妈妈说我们这种家庭要是不买套房子的话，可能我以后老婆都娶不到，就每天拼命的干活，就是给人家扛沙、扛砖，扛到5层6层楼，每天要扛好几车，然后一天的工钱最多也就200块钱，就这样扛了几年的时间，然后就东拼西凑借了一些钱，就在我们县城的城中村买了一块宅基地。我们就开始建房子，建到一半的时候就没有钱了，然后我就出去打工，然后我们又在银行贷了些款，就把我们这个房子修起来了。说实话，修这栋房子，如果没有我妈妈和我姐的话，可能也修不起来。这栋房子呢，是14年姐姐和老妈共同修建的房子，也是老妈给人家扛砖、扛沙子、扛了几座山换来的。那个时候还是框架，我们就已经住进来了。这些年呢，我自己也赚了点钱，然后把这栋房子装修了一下，然后顶上那层是我自己一个人修的，就是钢架结构的，大概花了6万多块钱。现在这栋房子就是我和老妈还有老爸那个时候我们是住下面这2层的，然后姐姐是住最顶上那层，因为她自己出了很多钱嘛，她也自己归了1层。姐姐搬走以后，老妈和老爸就住在顶上那层了，就是第3层。因为当初买宅基地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借了很多钱，就只买了宅基地的这块地用来建房子。像我现在所占的这一地都不是我们的，这里也不是我们的。当初买宅基地的时候，大概花了17万，也是东拼西凑去借的钱。像我现在所占的这块地啊，都是人家的，直到今年我才把它买了下来，然后这里就属于我们了。直到这里到下面这里的土地，大概有50-60平。修房子的时候，我在外面又进了1年的厂，还是适应不了厂里面的工作。那个时候在厂里面，就那个车间里面，每天进去的话就全身过敏，就起了个红斑。
就现在全身痒的受不了，我妈妈就说你回来吧，反正现在房子也修起来了，就是外债还有一些。回来后我又在家里漂泊了1年，也不知道做什么事儿。我从小呢就喜欢关于电视这方面的东西，我也想有一天要是我能拍出自己的作品就好了。后来刚好有位朋友说他有一台相机，就借给我用，我就自己用借来的相机，然后花300块买了台2手电脑，然后就自己学着拍视频、剪视频，然后就开始有人找我拍视频了。就这样，我就一边给人家拍婚礼，一边学着做自媒体，一步一步的做到现在，生活有了一些起色。自从我自己独立赚钱以后，我就没有向家里要过1分钱。这些年我自己赚钱在县城买了一间门面，还有在山上买了栋老房子。为什么我要去山上买老房子呢？也是因为我想离开这个家庭，因为现在有家庭，我有自己的小家庭了，我不想再让我爸这种坏脾气影响我自己的家庭，也不想我的小孩受了他的影响。我做的这一切的努力啊，都是想逃离这种黑暗的家庭，然后把我妈妈接到身边，和我们一起生活。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小青不好，如果说大家像小青一样来到这种家庭，早就宁愿跑了，不会跟我一起生活的。小青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。在我和小晴结婚的那天，爸爸再次故意喝醉酒耍酒疯，拿着斧头要砍死我和妈妈，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把脸都丢尽了。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人渣。都说父爱如山，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没有父爱存在过，更是母爱如山。妈妈是一个很伟大的人，评论区总说我们不尊重母亲，这都是不存在的。因为妈妈她这些年一直活在爸爸的阴影之下，变得很腼腆，面对镜头的话也表现得不自然，所以说我们在镜头面前都很少互动，只是偶尔勉强互动一下都很不自然。不过妈妈比以前已经好了很多了。还有很多网友说每次吃饭都不叫妈妈吃饭，而是先让小晴吃。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在我们这里月子为最大，如果月子做不好的话，以后会落下很多病根。每次让小莹先吃啦，是因为刚炒起来的菜，如果说冷了就不好吃了，本来也没有什么味道，而且就算让妈妈吃，她也不会吃，因为月子餐它是没有辣椒的，在我们这里没有辣椒，基本上没有人会吃。我们每次炒菜都是先炒小晴的，然后再炒我们自己的，等小晴吃了我们再吃。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，也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所想说的话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喜欢，今后我们会更加的爱我们的妈妈，让她去世的爱加倍的补回来。我好像那把讲学成了麻将，把那门就学不打了麻将，把这。我说你妈那你妈70分钟这个就是唱歌你妈皮样喊我真行，我看死你。不是，老有时候这种时候，你再不听给他也得说的。爸爸每次去老房子帮我们干活，我们都是要给他钱他才会去。至于好多网友说我们是啃老族，我也只能笑笑不说话。自我出社会以来，家庭的所有开销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负责，家里的家电家具都是我在买，每个月的电费电话费都是我在负责。那些喷我们的人，看看我爸妈像是有钱人吗？